小队。连长，院外草丛发现一支枪支和若干弹药，完毕。连长，就这把枪。好。这是弹夹和弹药，还有这。好，你数下弹药。在联合国维和任务版图里，马里被列为最危险的战区，没有之一。自2012年军人哗变以来，马里陷入长时间的分裂与动乱。时至今日，当地依旧武装冲突不断，极端恐怖势力气焰嚣张。马里就是最危险的任务区，极端恐怖分子采取的是不择手段的无差别袭击，几乎每天都会有袭击发生。2016年5月31日，中国第4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战士申亮亮在担负维和营区2号门岗执勤警戒任务时，遭遇汽车炸弹袭击。在爆炸瞬间，申亮亮将战友推开，自己坚守哨位，为阻止汽车炸弹冲入营区而壮烈牺牲，年仅29岁。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申亮亮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领导指挥，切身使命，矢志打赢，向英雄前进。2019年7月22日，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入距离联合国超级营区700多米的法军营地，爆炸产生的巨大烟雾持续了10分钟。先是这个爆炸声传来，紧接着是冲击波随后赶到，整个板房都是处于一种震荡的状态。事后调查表明，恐怖分子将汽车伪装成了联合国车辆，顺利通过了3道哨卡，在法军营门哨位后侧大约30米的位置起爆。汽车携带了相当于400公斤 TNT 当量的炸药。这一次近在咫尺的袭击造成了30多人受伤，但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就是得益于他们在哨位的4周都建着这种沙箱，这样才能确保哨兵的安全。法军完善的工事构筑避免了更大伤亡，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刘勇的观点。不久，按照刘勇对实战的要求，中国警卫分队把守的营区北门哨位完成了工事的加固。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中国警卫分队和孟加拉维和迫击炮分队组织了一次大型联合演练。刘勇将本次演练的地点定在了营区北门，模拟的正是722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实施无人机的引导，包括无人机对现地的情况进行再次的侦查。迫击炮分队做好打击营区外后续袭击恐怖分子的准备。我无人机分队加强支援，演练开始。这一刻，官兵们明白了队长一直强调按照实战要求做好协同演训的用意。当进行火力压制时，我们发现向外突出的2号哨位，如果缺乏了后方阻墙，就有误伤的可能。作战时必然捆住了手脚。Chinese army is very good. Chinese army attached Bangladesh army good friendship and effective exercise with China and Belgrade is very well done. China is very good. With there are very activities good. There are mind good. But there also overall everything is okay. Thank you. 在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
只有练就过硬本领，才能担起重任，守护和平。一枪一弹都朝着实战打，一招一式都奔着实战练。中国军人在维和战场上百炼成钢。凌晨，突如其来的连续枪响，打破了中国驻南苏丹维和步兵营的宁静。各少尉注意，迅速探明穿针位置，执行。东南线巡逻分队，我是1分队，报告你出位置，完毕。米秀刚带领2连负责今晚的营地警戒和周边巡逻。报告营长，1分队已就位。2连长，你迅速带1分队支援巡逻队，要保证联合国营地和1号难民营的绝对安全。明白。枪响10分钟之后，米秀刚和战士们已经抵达预定位置，实施警戒。南苏丹这边常年战乱，枪支非常的泛滥，就连当地的平民、难民，甚至是放牛的小孩子，可能都会携带有枪支。我们必须要到现场去查明具体的原因。通话，什么情况？连长，刚才出现了2次枪响，在我们的7点钟方向，位置大概300米。我们到达位置后，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李组长，迅速喊话，警告驱离。This is weapons free zone. Move here. Over we are fire. 枪声就是从这几间废弃房屋附近传出的，可是多次喊话后，里面却没有回应。营长，我是1分队，我已到达13号哨位南侧，由于职位茂密，我无法观察到枪声地点的具体情况。听到，天马上就要亮了，你和你的分队先在原地利用夜视仪进行观察，在天亮后再进入目标区域组织搜索。完毕。明白。听懂明白，快回来。第2天，米秀刚带领巡逻队员们继续搜寻武器。联合国营地向外延伸200米范围属于武器禁区，昨晚枪响的废弃房屋就位于禁区之内，而面前一大片半人高的茂密草丛，为武装分子提供了天然的藏身之所。逐层搜索，并未发现武装人员。不过，在顶层，队员们发现了异常情况。连长，这里发现一个弹壳。连长，这里还有一堆弹壳。这是发现了2堆弹壳，所以我们推断应该是有2支步枪。车队。连长，日外草丛发现1支枪支和若干弹药，完毕。这把枪，好，这是弹夹和弹药，还有这。好，你数下弹药。在屋外的草丛中，又发现了一把步枪。这附近应该还会藏匿有1支武器，所以一会儿各队组我们搜索的时候，不要放过每个角落。另外1支枪依旧不知去向。为了确保正常巡逻警戒任务不受影响，营长下令暂时放弃大规模搜寻，
但加强了各岗哨的警戒，并委托当地维和警察继续搜查。我们中国营所在的南苏丹是一个常年战乱、政局动荡的国家，社会上武器泛滥，营地周边枪声不断。2015年，受联合国邀请，首支中国维和步兵营踏上了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中国第5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700名官兵部署在南苏丹首都朱巴地区，主要承担保护平民、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人员，以及巡逻警戒、防卫护卫的任务。联合国营地附近的难民营收容着1万多名流离失所的难民，但也潜伏着罪犯、帮派、反政府武装等各方势力。一旦枪支流入难民营，就像是火星丢进了干草堆里。福建的那一支步枪，可能也会有30多发子弹。难民营内人口密度非常大，如果说有人用它来攻击手无寸铁的难民，那么30发子弹造成的伤亡可能就是超过30人。在这个动荡的国度，不少人信奉武器可以解决任何争端。不过现实恰恰相反，武器泛滥一直是造成南苏丹动荡的祸源之一。2016年7月10日，在南苏丹首都朱巴，正在总统府谈判的内战双方就因为双方卫队的言语不合，突然爆发武装冲突，难民营附近战斗尤为激烈。当天，在中国维和步兵营奉命执行难民营警戒任务时，一发炮弹落在了当时执行任务的105号步战车上，车内的战士李磊当场牺牲，杨树鹏重伤，后经抢救无效，于11日壮烈牺牲。Hello, sir. Morning. Morning. 第二天，维和警察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在难民围墙附近抓了2名难民。据他们2名难民交代，他们就是昨天晚上在我们发现枪声的地方开枪2个人。他们因为喝多了酒，可能是有一些相互的抱怨，所以随意的开枪。这样的话，2支枪都找到了。李秀刚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截至2019年8月，中国第5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已成功处置营地周边火情、偷盗、携带武器进入禁区等各类情况近800起，确保了联合国营地及周边的安全。中国维和军人的到来，也正在改善着当地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我们要来这个村子里面见我们的一个老朋友。Hello, Hakim. And we are my friend. 因为有了中国军人24小时的武装护卫，附近的盗贼和武装分子已经难觅踪迹。越来越多像哈奇姆这样的当地人得以安居乐业。他这里养了5只羊，有3只公羊，2只母羊，然后还种了6块地，有玉米、大豆、土豆，还有秋葵这农作物。But by the time the Chinese battalion came around, there's a good security, and we are now happy without any fear. 我们不仅是维和的勇士，更是传递友谊、播撒希望的使者。在为当地居民提供安全环境的同时，我们想力所能及的为他们提供帮助，点燃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当地的和平建设发展提供一份中国力量。
We are confident in them. We know that they can do whatever situation that may need them. 在中国维和步兵营营地的一角，杨树鹏、李磊2位烈士生前所乘坐的105步战车还保留着原貌。现在每天都会有战士们过来为他擦拭保养，也会有战士们来进行祭奠。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每天的执行任务当中，而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寄托我们对2位战友的思念。它激励着我们一批一批的中国维和官兵，在南苏丹不计牺牲，忠实地履行好我们的和平使命。